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在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时期，例如1929年的大萧条，消费者和企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减少消费和投资。随着需求的下降，企业减少生产，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这种恶性循环如果不加以控制，可以导致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许多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都曾采取措施应对有效需求不足。以美国为例，政府在大萧条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如新政的实施，旨在通过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提高总体需求。类似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促使多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多种多样，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可能包括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收紧、信贷市场冻结等；从微观层面来说，则可能包括消费者信心下降、收入减少、财富效应逆转等。无论是哪种原因，其结果都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的总体下降，从而引发经济放缓或衰退。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继续探讨有效需求不足的应对策略时，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详细分析该国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及其背景。回顾历史，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这场危机源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失误，迅速蔓延到了整个金融体系，引发了广泛的信贷紧缩和资产价值大幅下跌。结果，美国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失业率飙升，企业和家庭的消费支出急剧下降，有效需求显著不足。面对这一挑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0的水平，并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大量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以增加市场流动性。这些举措旨在缓解信贷市场的紧张状态，降低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其次，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包括2009年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包括了税收减免、直接政府支出以及对关键行业的救助。例如，政府向汽车行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紧急救助资金，以防止这些行业的崩溃对整体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还实施了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加强金融监管体系，改善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健性，以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这些措施不仅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为长期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加大了政府债务负担，但在拉动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逐渐恢复，消费和投资信心逐步提升。当然，这些政策也引发了关于政府债务水平和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讨论，但总体来看，他们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深入分析了美国政府为应对有效需求不足而实施的策略后，我们来看看这些政策所带来的经济转变。美国的实力展示了如何通过政策干预来刺激经济，在危机中寻找转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失业率高涨，企业倒闭潮涌，人们的消费信心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逐渐显现效果。首先，货币政策的宽松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态势。降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降低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刺激了投资和消费。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的刺激计划通过直接支出和税收减免刺激了需求。这些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改善了国家的基础设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例如，2009年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 ARA 投资了公路、桥梁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有效刺激了就业和经济增长。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
到2010年，经济增长率开始恢复，失业率也逐渐下降，企业和家庭的信心逐步恢复，消费和投资开始增长，股市也反映出经济复苏的迹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均从危机低点显著反弹，这些政策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政府和美联储面临着多种挑战，包括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平衡。此外，政府债务水平的增加也引发了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然而，总体来说，这些政策被广泛视为成功的案例，帮助美国经济从深度衰退中恢复过来。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探讨了美国政府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策略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其他国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政策决策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首先，美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大量资金流入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面临的金融不稳定风险。例如，巴西、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这对他们的出口竞争力造成了影响。其次，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如经济刺激计划，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措施通过提振美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间接地帮助了其他国家的出口行业，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如中国和墨西哥。美国经济的复苏有助于稳定他们的出口需求。然而，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低利率环境，促使全球投资者在寻求高收益的同时增加了投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同时，美国巨额的债务水平和持续的财政赤字，也引起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稳定性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和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开始更加重视财政纪律和结构性改革。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始寻求更加平衡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总的来说，美国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不仅对其自身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提醒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到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复杂性。未来，世界各国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政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挑战，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至此，我们对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从美国的案例中，我们看到，适当的政策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危机，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其长期影响和全球经济的联动效应。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更加注重平衡和协调，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